大家好，我是耶稣，这位是谢国基先生。上一集我们访问了谢先生的母亲苏大娘，他们呢有一宗有好几宗冤案，这些是一起民事诉讼案，这都是他母亲的血汗钱。我们今天用中文来录这个访谈。谢先生你好。你好，叶先生。上一集我们讲过了，就是你的案子里面没有判这个 cost 送资，然后突然会变成有，然后法庭的记录证明，审讯所有的记录证明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给你，是不是？是。我们提出要求4次，他们都否定。所以有没有用一些拖延借口搪塞？其实在这个127之后，我要求拿这个 transcript， 因为我要投诉律师公会。起初那个 DTS 部门的经理同意了，可以给我的。可是到要去拿的几天前，他们就说法官改变主意了。反悔。然后就说假如在律师公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他们才会考虑给我。可是我只是过了第一关，他们受理了这个调查之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然后到那个阶段之后，他们就说律师没有犯错，所以就停止了。这个其实跟律师到底有没有犯错，我要指出来，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就算是一宗很普通的案子，审了之后，胜败两方都没有怨言，都很满意的话，这个公开的审讯记录、永久的记录，不管大家有没有异议、有没有争议，这个记录要永远在。这个记录必须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参阅，就好像法律系的学生，他要参阅这个审讯记录，来当做一个学习的资料。这个记录也是必须有，记者可以用来报道。这种记录并没有这样的理由或者借口说律师公会没有进行调查，这个记录就不拿出来，就让他收着。这将不是法庭的公开审讯记录，这个记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属于共有的 public record， 不是某某人家里的机密，也不是军事机密，也不是政府机密，这是公审的记录，这是每一个人的资产，每一个人有权利看，每一个人有权利知道，不是可以掩盖、抹杀、隐瞒、隐藏掉，这绝对是有疑问的。我要指出来就是这点。那么谢先生，今天我们来谈谈你的案子其他方面你所遭遇到的问题。那我首先说一下，就是说法庭法官也都是人呢，他们可以被蒙骗，可以被蒙蔽，可以犯错，但是必须有一个很透明，不是他犯了错都要承认，大家都要知道，他必须负责到底去纠正。我相信谢先生你知道，最近台湾有一宗冤案也是平反，
就是有一个军人被军法审判，已经死刑已经执行了超过10年了。这里是一个军人啊，他们被画面呢，就是马总统已经到了江国庆的家中了，来这做一个探望。而且呢，其实凶手可以看到呢，刚刚是那么军事法庭当中，先跟呢这个目前呢是来做了马英九总统的动作。好，来看到这个，先来带您看看这个看到旁边还有包括了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了这个现在马总统在现场，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场最新状况。平反，永远没有说太迟。虽然死人是没有得复生，但是你要是知道。这是有冤，这是错，就是必须纠正错，承认错。你不承认，再去隐瞒他，你就是错上加错。你尤其是你做这种事的，这样做的人，是法庭更不应该接受，这是公众不可以接受。接着是你呢？讲一下你的案子，经过好几次了，58、127，是不是有连续性的错误？是。根据后来律师公会的检讨，我的律师在558是告错题了，而告错人了，所以我们就败诉了。在127。我上诉的律师，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基于他们说必须要跟原案方向一致才能够上诉，所以呢，还是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之后呢，他们就建议我投诉律师公会，这花了我大概1年半的时间，也没有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律师公会调查告一段落的时候，那对方黄少平律师就开始了这个 taxation， 开始了这个 BC 189和190。江国庆189是558的 taxation，190呢就是127的 taxation。在这个过程，只有自己代理自己。因为当时代理我的律师，本来一些细节不用详细，因为那些很重要，你把要点跟着我的问题来做。OK， 在这个 taxation 过程，王少平律师就要122万，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基于这么大的数目，我觉得我和我妈自己代表自己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就这个去找其他的律师的协助。在这个过程，我就遇到了王德祥先生，当时他是这个 RP 政党的革新党的成员，当时他是主席，对，当时他是主席。当时这个革新党的秘书长就是 Mr. J.B. Jeyaretnam， 我本来已经约好要见他的，可是很遗憾，在他见他之前的2天，他过世。之后，王德祥先生就叫我这个军人到芳林公园的 Speaker Corner， 希望能够找到其他正义的律师来协助。因此，我在去年的1月份和2月份多次在这个芳林公园的 Speaker Corner 那边做了这个 demonstration。在这个过程中就认识了江一端 company 的贾迪雷。在这个贾迪雷律师了解了案件之后，他就把
一些被忽略的事实和证据，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审558的法官，主审法官，希望他能够法官是Justice 赖秀柱，希望他能够重新这个开案来处理一些被误导的问题。可是这个信写完之后，法院的 Registrar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复，说上诉庭是新加坡最高的法律机构，他做的决定已经是终审了，所以他们无能为力。我相信这个就是很还是没有办法荒谬的事情。我今天就是要来呢，也希望强调这一点，向我们的家属表达，因为呢非常诚恳的，当法院道歉，我们希望发现自己类似事件犯上错误、被蒙骗、错判了之后，平反，却同时取得应该的赔偿。管说这是终审法院的决定，但是法律规定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了。那就是说，知错不改，知弥补，这样很严重。法院要是有人用在证人席上供假证、捏造证据、误导法庭，是会判错，冤案错案。就刚才我讲，人已经被处死了的案，都会是有冤，终有一天可能会查出真相。但是你不能要因为程序说。这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害怕去向最高的权力指出他的错误，这就是包青天的反义词。你如果是一个公正的法庭、公正的法官，你要不畏权势。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先斩后奏，错冤一定要给老百姓申办好。我最近所知道，我们比较新任的这位最高法官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任何案件在任何阶段，就是到终审都好，只要有发现新的证据，任何案件都可以被提出来重审，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不论是终审法院或是什么，只要是发现有新的证据，比如说你现在抓到真的凶手了，你等于有新的证据，你要不要重审？还是说为了面子，不愿意承认以前所犯的错，让他蒙更深的冤？一冤再冤，我们上一次所用的这个布条是冤冤冤再冤，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谢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样？是。因为呢，人无论当了法官，当了什么，是会有可能犯错，会有奸人、不老实的人去误导法庭，会在证人席发假誓、供假证，这个是不奇怪的。但是说，律师、法官不能够为了顾自己的颜面、威严不犯错。我跟你讲，刚好这是相反，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纠正错、承认错，你会更受人民的尊敬。只有这样才会更尊敬。如果人家知道你是犯错，去用权威镇压别人，不让他指责你，不让他讲你的错，那你就更不行了。谢先生，你的案件里面，根据你自己的说法，是不是有人供了假证？对，在证人席上宣誓公正，却是讲假话。对，
你也发现，你后来在查阅法庭的内堂记录 （in chamber record） 里面，后来发现律师编一大套的谎话，对，来欺蒙法庭，对，来达到他所要的胜诉的判决，对，这些你们有提出来？我在写信给法院之后，在OS 331 Originating Summons 331，已经提出来了。当时谢志立律师是为我们争取重审这个案件。你介绍一下331的案件。在上诉庭，上诉庭是3位法官联审，对不对？经过大概多少时间？原本安排是30分钟，后来这整个审讯大概花了2个小时。可是奇怪的是，大部分时间不是审我的案件，而是审代表我的律师，谢志立律师。就是说，你介绍一下是什么情况？好，我们写了331进去，给法院之后，法院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法院非常关注这个事。这是开审之前？对，开审之前，在很短的时间，要求我们提供平时不会要的那么多份的文件。我们就觉得法院已经重视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很配合。可是这个听审的那一天，我们的律师只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来陈述我案件里面的内容。15分钟？对。但是你说整个案件是用了2个半小时是吗？2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只有15分钟是听我的案件的内容。对。之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案例 ，precedence。这个案例呢是马来西亚一个公司。谁提出这个？代表我的律师就是谢律师，他就提出一个案例，这关于马来西亚一个商业纠纷，一方以诈骗的行为来得到了这个宣判，可是在后来上诉的过程呢，被发现他是以诈骗的手段得到这个宣判的，就是说误导法庭，蒙法官。对，蒙法官得到这个宣判的，所以呢，上诉庭最终就是推翻了原本的宣判，然后就重审了这个案件。原本的案是不是终审？不，原本也是终审。他原本已经到了终审了。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边不大一样的。以中国台湾来说，他们呢有更审、更1审、更2审、更3审，就是说案子翻了可以再翻，有一些案子20-30年没有被结束。据我了解，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这个根据英国的法律演变过来的，所以在英联邦的国家，这些案例都应该能够互相作为先例来引用。英联邦的，对。可是当天呢，很清楚的，其中一个上诉庭法官就说，谢律师提供的案例是马来西亚的案例，他要谢律师提供一个新加坡的案例，因为他说新加坡没有这种先例。没有哪一种先例，就是推翻原本已经经过这个 Court of Appeal 宣判的案件，
再重新审过。这个根据法官本人的说法，就是说新加坡的终审法院不再推翻自己的判决。据我了解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意思是说，即使知道法庭是在被蒙骗的情况下所做的判决，他还是不愿意再开审。对，这是终审法院法官的立场角度。对，其中一个法官是这样子说的。那么你的律师是坚持要？我的律师当时说，这马来西亚的案例应该是适用在新加坡的法院，所以他提出了他不同的看法。可是很遗憾的就是过这个不久之后，他们就这个提出这个看法的法官呢，就开始审讯了我的律师，开始针对你的律师，对，针对我的律师，说了他的 behavior unbecoming of lawyer， 就是他的行为已经不像律师了。你的律师怎么样呢？他是态度很恶劣吗？从我的角度看来，我还认为他态度太温和了。他并没有扔文件，没有，没有捶桌子，没有，没有大叫，没有，没有踢椅子，没有。那是不是怎么样呢？指着法官骂？没有，都没有。那他有什么行为呢？行为不像一个律师。直到那一刻为止，我认为他的行为都非常尊重法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2小时，剩余的15分钟之后，剩余的时间都是审讯他，就是等于说你是当事人，你的案件只被听了15分钟，接下来的时间都是法庭的法官在针对你的律师，对，浪费你的时间，对，这样也是使你更蒙冤，是吗？对，我到后来举手要自己陈述，可是他们就以我有代表律师不同意我自己陈述，这样子就又把这个案件 dismiss 了，就是撤了你的案，对，不听了，都不听了，这样不了了之。很清楚的我要说明，当时法院是没有 award cost， 就是说送费，对方的律师费当时是没有判，那么法庭就休庭了，过后却对方律师向你要，对，总数122万，不是122万的是558和127的，这个他要了几万块吧，我准确数字我忘了。我觉得这个就很令人不能接受。法官如果发现有证据证明了，新证据证明了法庭之前的判决是受蒙骗、受伪证，就是有人妨碍了司法公正，判决已经是不公正，就必须法官无论有什么判例或者法典，法官要主动，有主动的意识去翻案的。你这个连主动都没有，还在找借口去回避翻案，而且如果受冤的人的律师坚持，法官却开始针对他，用法官的威严去震吓他，这就是等于说不愿意把事实跟法庭有错误的这个真相不想被人家挖上来。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的态度？我客观的看，我希望不是，所以我还没放弃，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 case S97，内容大致跟我331的内容是一致的，可是呢，这一次我是非常明确对方诈骗在哪里，对方所说的谎言造成了宣判上的错误，
这已经导致了对方没有办法答复我这些指责。假如这次还不受理，那我看就有大问题了。我看你的问题已经不小了。我曾经记得你说过，就是大概是不是331那个案子的时候，在你要进行陈述的时候，他们用法庭内的庭警来制止你是吗？当时其中的一个是331吗？331对，其中的一个大法官无缘无故说，他听说我脾气很坏。当时你在法院里面，你是不是有激动？没有，我非常遵守法院的规矩。就像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我举手要求讲话。假如这都算是态度很坏，脾气很暴躁，那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那位法官之前有没有审过你的其他案子？没有，就是在127审过我的上诉。可是我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怎么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听说你的脾气很坏？当时我也想问他，可是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他就命令警察来站在你背后？他并没有命令，那个警察根据他说的，就开始走过来，就站在我的旁边了。那有干什么吗？他就用手语叫我停止说话。就是不让你发言。对。其实呢，作为任何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呢，就算你有代表律师，你也是可以直接向法官提出你的意思的。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陈述，你甚至可以申请暂时让你的律师退下。或者我有看过一些案子呢，就是民主党徐顺全博士的案子，他也是由谢智立律师代表，但是他的安排呢是只请谢律师代表他做这案子中某一部分法律上的陈述，其他部分由他自己来讲话。结果他当事人也是直接跟法庭陈述辩解，律师也讲，并没有说这回事说因为你聘有律师，所以你不准开口讲话。在法院里面这样子处理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2次，第一次是在127，第二次是在331。2次。对。发生过2次。那么最终是你要的陈述，你并没有办法做到。没有机会说。然后就退庭了。对。然后就对方向你索取律师费、庭费。对，过后。这情形也就是说有一个有差异的地方了啊，这个不是很对劲的。因为作为法官、法庭，你发现案子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去翻案。即使当事人已经被案件审讯得很累了，不想再烦了，想要息事宁人了，你都应该要坚持，就是说不行，你一定要来公正，不行，你一定要把事情讲出来。如果你的律师不愿意做了，法庭要委派另外一个律师给你，替你把有冤有错、冤案错案都要翻出来，应该是要有这样的精神，而不是你不要把法庭犯错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损失面子，把它盖掉，不然我用官威来阻止你、恐吓你，让你闭嘴，让你退下去，这是很要不得的。如果因为整个案件我没有去听过，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说，根据这样讲，我明白，因为我也花了很多年在新加坡的法院，也很多事情，我本身也看过、听过。那你的这个
谢律师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又被律师公会调查跟罚款？他有被律师公司调查跟罚款，不过我认为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其他的案件。他并没有因为331代表我而被调查和罚款。不是因为331，不是。这一个情况是发生的。我们希望呢，我提出来之后呢，法院会注意，会去主动的纠正这些冤错。就是关于谢先生的案子。接下来谢先生稍微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说对方律师跟对方的证人怎么样在你背后搞鬼？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向法官做了一些陈述是错误误导性的。我需要澄清，他这些错误并不是在我背后，他是在他的 defend and counter claim， 一直到 re-amended defend and counter claim， 都写了这些谎言在里面。在我558案件的时候，我的代表律师也指出了这些错误和这些谎言的。他就是拒绝正面答复这些错误和谎言，而一直就使用这些错误和谎言，最终得到了胜利。这些东西都存在这些法律文件里面。我上一届的访谈里面，你不是提到说有一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你后来不相信他的说法，然后去提取法庭的那个记录。对，这些东西就是你原先发生的时候你并不知道的，我在你背后搞鬼的。你说的这个事件是在taxation 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他要122万的 taxation， 所以他就说这个在他的appeal 上诉他上诉against 我们 second strike off， 我们对他的 second strike off 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听审的法官只是他把案件变成从一个案件变成了三个 case， 因此所以他就提出了3个 case 的收费，而导致了这个122万。这是我在 taxation。你的意思是说，他讲有一个法官曾经指示他把案件分割为3，所以他要收3倍的律师费。他是用这个理由借口在 taxation 里面这个法官的这个指示，后来你证明查阅记录是不存在的，是吗？对，当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就质问他，请他提供有关的证明这个法官当时有这样的指示。他给我答复说，我的说法不正确，可是在他的 taxation 里面，他已经明确的把案件分成了3 cases。之后呢，我得不到他的答案之后，我就到了 registrar 那边去查阅当时的 in chamber hearing， 去主簿官查内堂记录，对吗？对，我把当天的内堂记录不能复印，我把它手抄了，然后呢，已经提供到这一次的案件的证明里面说，证明他在撒谎。当时法官并没有这样指示。不止这个事情，他当时还用谎言来蒙骗了法官，允许他 appeal 成功，所以继续能打下去。不然的话，当时他已经被第2次 strike off 了。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哦，因为如果有那个律师可以撒这种谎，就是说假冒法官的指示，
假冒，等于假冒停令了嘛？就是说，法官没有做下这种指示，他却胆敢狐假虎威，假传圣旨了嘞，这个是很严重的伪造罪的。法庭被这样子蒙骗，法庭却不感兴趣，不想去翻案，不想去把这个事情挖出来惩罚这个搞鬼的人的话，这法院本身，你说他很注重他自己的威严或者面子，或者他的形象，这个就不符合了嘛，对吗？怎么人可以冒用法官的指示，冒称法官的指示，捏造，再误导下一个法官，然后这样蒙骗可以过关，不当一回事，法官也知道了也不当这回事，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很难接受，可以这样吗？我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子，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给法院了，他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脑筋来就是很明确的证明出来，对，而且已经提出新的案子来诉讼这个，对吗？那我希望这一次呢，法官会借助你新的案子的机会，把错误承认、纠正它，把那个就是有人误导法庭、蒙骗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有人犯法的话，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不能轻易的就让人家刻意妨碍司法的公正，蒙骗混搞鬼。在证据明确的时候，如果还有法官是不追究的，那就真的是包青天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谢先生你还有什么东西补充呢？我也希望这次法院能够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还我们一个清白，把这个案件正确的处理，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子呢，我不会罢休的。就是把公正还给你了。对，因为他并非形式上判你有什么罪，所以不是说不清白了。这个应该是说，就蒙了你那个冤，让你在这个民事诉讼里面吃很大的亏了，是吗？对方开始的时候是指责我诈骗，而我是受害者。对，对方指责你诈骗。对，法庭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恶人可以先告状，但是这笔钱就是你的母亲的血汗钱啊，他要靠这笔钱养老治病，是吧？你父母的血汗钱。是我父母的棺材本，我的部分也是我工作了很多年累积的储蓄，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我上一节好像我们录英语的那个部分就是因为你母亲介绍的方式，说他是10万，法官讲他20万，这造成有一些可能人家搞了很懵，听了不明白。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到底10万是他的，变成怎么样变成20万？到底是不见掉的是什么部分？好，我母亲在这个项目里面投了她本身的10万。这是有凭有据的，有银行的cashier order， 也有银行的 passport printout 来证明。我呢在这里投资了326467块。你的是你的，对，你母亲的是你母亲。对，我的部分呢，其中有10万是当时我这个搭档借给我的，可是呢我也还了他了。这错误就在这个10万里面，我还给他的这部分，因为他想遮盖了我投资的金额被漏掉，所以他只好把我还他这部分说他是在我的母亲的名下，而也顺便
把我被遗漏掉的那部分说在我母亲的名下，这都是谎言啊！这个账是不能够作假的，数字是不能够作假的，这些证据我都已经提供了。所以这个矛盾是在于说，你有一些股份是你放进钱进去没有获得股份不见了，然后把这个你不见掉的30万，把一部分说成委托在你的母亲的名下，然后再说就是法官判他要把他的割出来给你。对，哦，就是误会在这边是吧？对，明白。要这个补充，还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吗？我们下一次我可以很详细的把有关的文件，和这一次递了上去的显示给大家看，这样子就会很清楚了。对，可能公众不需要看太仔细的繁琐的证据了，你把大意跟蒙受什么冤提出来，这些详细细节呢，就是你已经提取在案件里面，对，就把它让它成为案件里面的证据，就让法官去看这些详细的部分。对，那错漏什么东西，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个纠正。这些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案件呢，有什么委屈、冤屈这些不对错漏的地方，我们都把它指出来。也我想顺带的提一下，就是说你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人里面年纪最大的，有去芳林公园示威的最年长的一个新加坡公民。我母亲80岁了，她陪过我去芳林公园。对，我就听说这个事情。那么你去芳林公园申冤挂这些布条申冤的那个，是不是有人把这个照片传到法庭上去呢？对，就是我对方的律师嘛。他把它 download 了之后打印出来递了上法院。他想替你申冤吗？不是，他要给法院知道，我是叛逆的，我是不遵守法院的宣判的，我是无理的。他是用这样的角度，他就是在以他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人蒙受了冤，敢去把冤屈抖出来，像给公众知道的话呢，那这样就是等于冒犯法庭，冒犯法庭的权威。他希望呢，把你所做的这个事拿出来去触怒那个法官，弄得对你更不利的判决。如果这样能够行得通，那显示说这样做的这个律师呢，很清楚，法官、法庭会很维护自己的威严跟虚名，不是实质的名，来使用权力来镇压掉你想申冤的实况。我要完全颠倒的说，如果法官自己知道法院判错案、冤案，愿意承认、愿意公开、愿意纠正它，才会受人尊重，才会公正廉明。如果用权威镇压人，有冤不让人家说出来，恐吓去对付谁想把这个东西说出来，那就是这样子，那是包青天的反义词，这就根本不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律。所以你的案呢，现在还在法官的手中，他们还有机会去纠正。那么有一些情形是还不算太迟，我觉得只要案是有冤，就算人已经被处死了，像刚才我讲台湾的例子一样，受冤的人都处死了，他还是应该证明平冤，还是要还他清白，不能绝对没有太迟了。
有错必须纠正，才会是公正严明的法庭。如果维护虚名、维护一时的面子，不愿意承认，继续的镇压，要人犯了错，要人家去承担，用程序说哦，这是终审了，不能够再审。明明是错了，你还不要再犯，这不会受任何人尊敬。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对吧？我希望最后能够把真相弄清楚。我觉得新加坡呢有很多这类的事情呢，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谢先生这样坚持到底。很多人吃了亏，哎，算了，我不想再花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我失去信心，我就打退堂鼓，吃挨了牙子就吃了这个黄连，就不再出声，就让他们继续对外说我们是最先进、最平等、最公正、最高尚的法院，是继续去用这样的方式作假，这个是很要不得。我老实的说，我自己有很多案件在新加坡的法庭被处理，都是我本身蒙的冤的案件数目比谢先生多，我本身没有去特别怎样追究我自己所蒙的冤，倒是我在替像谢先生这种案子去分解、去追求他们所蒙的冤。我所知道，好像我的老朋友，就是刚才谢先生所提到的，惹耶热兰先生，已故惹耶热兰先生。惹耶先生本身是最高法院主顾官，地方法院法官，资深的律师，他还是国会立法议员。伦敦枢密院的判决说，新加坡的司法让惹耶先生蒙受了很多冤。惹耶先生的儿子也当过非常多年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像惹耶先生这样的本事、资格、背景，他都在新加坡的司法里面可以蒙受冤屈，那何况我？何况你我？这事情就是这样子。我所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所讲的是伦敦枢密院的判决书所提到的。如果像惹耶先生在法律上有这么几十年的老资格知识，甚至是立法议员当过法官，他都可以蒙冤，那么我们小市民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有待改善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要浪得虚名说我们是很完美的司法，这些假象，把问题拿出来纠正了，也许比较能够获得老百姓的尊敬。我的意见就是这样。那么谢先生，你的下一次我们再安排一次采访你，可能再请你的母亲来接受访谈一次。好的，我们估计多一个星期再录多一次访谈，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在此，我跟我母亲表示非常感激你，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来说出我们的冤。对对，谢谢。其实，在新加坡，主流媒体这些，他们都不愿意开罪于法庭，把百姓认为冤错的事情报道出来。我相信这方面你有去尝试过吧？媒体接触过有吗？不只是媒体，连律师都是这样的。连律师，就是你愿意出钱聘请他，他都不愿意接受你的委托，就是认为很容易得罪上面，所以
不敢帮你。对。所以媒体你肯定找过了，律师你也找过，所以到处都碰到这种情况。对。这就是新加坡所谓完美的司法里面的一些实况啊，我很愿意把这种东西啊暴露出来。如果你们有知道怎么样的冤案，只要你讲实话，我都愿意接受你们的案子，就是录类似像这个节目一样的访谈，让你有机会向网际网络的媒体的观众民众诉说，讲出记者不愿意报，法庭甚至把记录都埋没掉、淹没掉，审讯记录都可以被淹没掉的这种东西。网际网络让你还有一个机会，所以你们有约，只要你愿意讲实话、敢讲，都可以上我的节目。如果你不想抛头露面，那我就安排你戴着一个面罩，或者在帘幕的后面接受访谈，这都可以安排的。你们有需要就跟我联系，我的 email 会放在这个字幕上。谢谢各位，谢谢。